轻一点。朱兄，诸位兄弟啊，从即日起，镖局易主，由这位陆兄接管，改为良心镖局，与我乔家再无关系。娘子昨日说想吃岭南的猪脚醋，我一早便备下了。快尝尝。我不过是随口一说，李妈妈真是有心了。家主啊，总说您太瘦，如今镖局既卖出去，家里也该多添几道肉菜。怎么，味道不正宗？太正宗了。哎，这甜醋难道是岭南的？老奴啊，去集市上找了一圈，起初是没有岭南的甜醋。老奴原想着，就按娘子说的，用红糖兑陈醋来做。可您猜怎么着？刚过了半个时辰，有个货郎啊，追了几家铺子找到老奴，说他那儿刚好有岭南来的甜醋，价钱也不贵。您说老奴这是走了什么运呐？竟遇上这等子事。哎，李妈妈，胭脂鹅脯你会做吗？胭脂鹅脯是。王爷，照我说，就是您给这柳娘子给宠的，这嘴也太挑，乌鬃火眼鹅。乔家那婆子点名要这个，可属下在北州城集市转了一整日，也没找到那乌鬃火眼鹅。要不王爷，咱拿个别的鹅顶替一下，行不行？他来我府上闲扯半日，就带走了一只鹅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许是吃不惯北周的饭菜，淮阳王另外带的2个手下，这几日都快住在北周菜市了。看不出来，他还是一个老饕。胭脂鹅脯，好肥实的鹅啊！让你买点好吃的，你可真敢买呀！家主，这只鹅不贵的。胡说，我是标过真禽的，像这种肉质品相，最少也得2贯钱。啊，2贯钱，这可够我们一家5口吃好些日子了。绵堂，你是在京城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的，可这是在北周啊，这家可经不起这么挥霍呀。我觉得，要不我给家里贴些银钱用。啊，二舅母真是多虑了。李妈妈说，这只鹅才200文，1斤200文。啊，是整只，那猎户就是这么卖的。这肉很新鲜啊。确实好吃。这鹅可太香了，哎，多吃点。外祖父，明日再买1只炖着吃。吃。爹。这崔兴周是鹅上本王了。你不是说淮阳王在北周王那儿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吗？人家现在日日从北周王府那儿拿些山珍海味回去，就连乌鬃鹅都吃上了。这王爷您自己说的呀？谁说的？幽州在今时今日能有与北周齐头并进的地位，是本王几10年的心血所致，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北周在占了便宜之后一骑绝尘，将我幽州甩在后头。
听好了，对北周的探报，由目前的3日1报改为1日3报。北周王若是有任何的风吹草动，必须立即快马来禀。是王爷。家主啊，昨儿个吃得好，打发我再拿一只。来来来。鹅都没卖，你就想走？回去可怎么交差啊？范兄弟，你这圈胡子可不衬脸。我下回注意。他竟敢跟来北周。柳娘子，瞧您说的，王爷南征北战的哪儿不去？这回来北周办差事。办差事？那怎知我喜欢吃什么？是在我身边安插了隐卫，还是收买了哪个下人通风报信？没有，不是，都不是，你就是巧了吗？我都不信。但实则也是一片好心，不是给您下毒添堵。知道您爱吃这个，王爷亲自给您寻的。柳娘子，您就发发善心，莫要问了。我这虎啊，交差了。哎呀，还有王爷，柳娘子给了比平日高1倍的价格把鹅买走了。好啊，还把前几日瞧瞧那婆子买鹅的差价也一并补齐了。然后还让属下给您带句话。他说你们问王爷，这个是卖鹅拿回来的银钱。说什么？他说跟您已经没什么关系了，不想再欠您人情。下去，好嘞。行舟，行舟。那个恕我冒昧，我先告辞。啊，行，你留下。外祖父，您这是？你还记得吗？你小的时候啊，最喜欢在这儿荡秋千了。可外祖父啊，每日都担惊受怕，怕你掉下来受了伤。哎，可你倒好，笑着说自己要像只鸟，只有飞到高处，才能看到院外的风景。那个时候，外祖父就知道，这个家呀留不住你了。你如今长大了，你知道外祖父今日给你重新搭建这个秋千是为什么吗？外祖父曾经以秋千告诫过绵堂，人生不是只有坦途，也有起伏和荣辱。外祖父这些话，绵堂都记在心里了。吃饭了吗？没什么胃口。怎么还变得娇滴滴的呀？啊，那你小时候吃饭连碗都给啃碎了。您就知道说笑。你看你瘦的多难看呐。拿着，明日去买点好吃的啊。我不能收。外祖父不是说了吗？镖局卖了个好价钱，你不用替外祖父省着。女子家呀，就应该养得娇惯些，
也好早日觅得如意郎君呐。哎呀，绵堂有外祖父就够了，嫁人哪有如今的日子如意啊？胡闹！你往后的日子还没有着落，外祖父寝食难安，你便如意了。谁说绵堂没有着落了？哦，外祖父，有一件事，绵堂须得向您坦白。这上面说，这位柳娘子来到北周，并未知业。这不可能！就依他的性子，能在家里面安安分分待上3日，那都日头牺牲了。你真的了解他吗？我觉得是你想多了。哦，乔家家境愈下，神威镖局也易主更名了。买家是个叫陆中的男子，年纪轻轻，手笔倒不小啊。哎，人家是变卖家产换得糊口银钱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？这一切都是他柳绵堂安排的啊！他这么做，既接济了乔家，又让他外祖父的脸面保住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陆中。什么？陆中是你的人？如今绵堂有镖局傍身，亦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，孝敬尊长，立于这人世间，已然是最好的着落了。这位柳娘子重情重义，又具有经商之才，你这淮阳王夫君对她来说也没那么重要啊。哎，好友之间不言虚，这般女子放在何处都是人物，凭甚依附于你啊？就跟那饮茶道理一样，从来都是人渴了需饮水，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水需要人的道理。行，我承认，我需要他。行。恭喜了，您请进。里边请。舅舅，你先照看着，我去就来。外祖父，您都来了，怎么也不进去坐坐？我正好路过这儿，随意看看。哎，这镖局我都待了几10年了，我就不进去了啊。好，不做就不做。但日前我新找了工匠翻新修缮，有几处如何整治，绵堂也拿不定主意。外祖父经验多，要不给我参谋参谋？那我去给你长长眼。走，里边请。这样。上车。不错，嘿，哎呀，是真的不错呀。哎，今日啊，你的新镖局刚开张，还有那么多客人需要招待，我呢，就先回去了。爹啊，这宾客都已经入席了，就等着您坐镇了。啊？合着你们是一起把我蒙来了？哎，陆中呢？怎么没跟过来？应该在外边，我去叫。不用了，我去吧。你先招呼大家。这镖局呀，先让他当家，等他闹够了，咱们的生意也周转过来了，还是要让绵堂嫁一户好人家。爹，绵堂的性子你不是不知道，你说这，你想想你妹妹，要都依了她的性子，迟早有一日，那祸事会登门的。
没错。怎么是你？大胆！见了淮阳王竟如此不敬！诺若，今日良心镖局如期开张，崔某也备了份薄礼，聊表心意。淮阳王，我劝你对我阿姐死了这条心，她不想见你。难不成他还说了没要嫁人不成？没错。我若是不走呢？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哼，小心！你还不是我的对手，不要自讨苦吃。你，夫君，宾客都到了，你怎么还不进去啊？你的胳膊，你与人打架了？不过短短月余啊，你竟然……淮阳王伤了人还不够，还要仗势欺人吗？我带你去上药，夫君。阿姐，你方才可伤着了。今后若是再碰到那人，不许再这般鲁莽了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，明白吗？王爷好剑法。那个，您都练了一下午了，要不您歇会儿吧？我担心。不累。我是担心剑靶子遭不住啊。放心的。是。今后啊，像嫁人、花嫁，反正就是嫁这个字，不能再提了。嫁。是。王爷，王爷让我预定的花嫁，小的已经订到了，到时候就嫁在后院，回头我们种些花草，或者嫁接春柳。哎呦，我说你说点什么不好？说什么？真是阴魂不散。你怎么这么说你外祖父呢？外祖父，我不是在说您，是这院中老是有绯闻绕着我打转，赶都赶不走。是绯闻，还是男子啊？走去外祖父的书房，那儿没绯闻。绵堂，你把镖局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你有这本事志向做生意，今后你再抛头露面，我支持你。您是绵堂在这个世上最亲近的长辈，您不支持我，还有谁会支持我呀？哎，我跟你跟青英啊，都备下了嫁妆，家里银钱再紧张，我都没动过。哎，这是最大的，给你。可我当初嫁人的时候，您已经给过我了。我总怕你在京城过不好，怕你在崔家受气，我就备下了。当初你草率出嫁，我心里并不好受。你看不上京城崔家，逃往仰山，外祖父不怪你。外祖父，以前的事啊，该忘就忘了啊。今后外祖父好好给你择婿。您方才不是还说支持我开镖局吗？哎，你喜欢做生意和嫁人那不是一码事儿，女子嘛，终归是要嫁人过日子的。过几日啊，
我给你物色个好媒婆，咱们选个好婆家，不求大富大贵啊，咱们一定找那个人品端良、知道疼人的，还支持你做生意的。如此嘛，外祖父这辈子就没有遗憾的事儿喽。走了，出发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撞了人了！哎呀呀，撞了人了！哎呀，撞了人了！哎呀，撞了人了！哎呀，撞！你撒开！撞！原来是这条走狗，不必理会，随他怎么做。哎，街坊邻居们给评评理啊！这撞了人了啊，还当街辱人，骂人还不给赔罪，你胡说什么？还要打人！不能让他们走啊！走，想走，大家同不同意？绝对不能放他走！撒开！撒开！哎呀！我也不行了！你们，我没打人。什么？崔兴洲当街讹人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打起来了，州府里的衙役就来了，把两村的人都带了回去。那崔兴洲呢？淮阳王没事，他不出面，只在暗地里指挥。对方什么人啊？买米的。什么玩意儿？荒唐，荒唐透顶！舅舅，惠州分部给我送了账本过来，陆中给我找了个好掌柜的，特别勤劳肯干。哎，陆中、陆毅呢？衙门里收着呢。买完米啊，驾车撞着人了。啊，撞得重吗？一点都不重，但是他撞的那个人呢，是崔兴洲的影卫，讹两个小子呢。绵堂啊，这淮阳王使的什么坏啊？要断咱们的买卖。淮阳王此人锱铢必较。前些日子，陆中是和他结了些小梁子，但舅舅也不用过于担心，他是冲着我来的。想必衙门也不会为难陆中、陆毅的。他若是冲你来的，我就更担心了。他斗不过我的。你呀，哦对，我听说他奉当今陛下的旨意，着令幽州王入朝觐见，不知为何转到了北周。他呀，就是对你贼心不死。他再敬我一分，便多一个自取其辱的教训。哇，几日不见，好大的买卖呀！我以为我已经把话说得够清楚了。你说的是没错，今日之前，我们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关系可言。今日之前，今日之后，本王是来你们良心镖局脱镖的，不过我让你柳绵堂亲自走这趟镖。你要镖局护送何物？本王是要镖自己。王爷说笑了吧？淮阳王这么需要被保护啊？那我就实话说了吧。我这回来北周，我就没有兵甲，我就带了2个属下，今日还被扭送到了官府。我是夙夜忧心我的安全，茶不思饭不想，夜不能寐。这就是定金，
你只需要在我出府的时候伴我左右即可。此标做完，定有重金奉上。荒唐！淮阳王此标我们定不会接，还是请自便吧。慢着，这趟镖我可以接，只是淮阳王金尊玉贵，你这样的身家性命，这么点银钱怎么够呢？标金涨3倍，我就接。成交。淮阳王去了一家新开的镖局托镖，下重金保了人身镖，就保淮阳王本人。且属下查明，之前他讹的那2人也正是这家镖局的。这都哪跟哪呀？障眼法还是有旁的谋划。他之前全程搜访美食，难道不是为了满足他的口腹之欲，而是为了摸清北州城内地形？他这是要偷偷逃走，还是要打我北州的主意啊？马上去查清那家镖局的底细，加派人手盯紧崔荆州，绝对不能离开北州半步。是。客官，慢用，有劳了。免。柳娘子，王爷今日外出有何要事？本王要体察民情。最后一个了。老君，别灰心啊，下回还来玩啊！套圈来，1文银钱10个。哟，老君。算借的。来，东家。哎，多谢多谢。哎，给您的券。你们这些男子不是圈套就是套圈，毫无新意。想要哪个？选。我想要的自己套得到。那你想要哪个？尽管自己去套，我支持你。区区竹圈，谁又稀罕？等等，客官，看看这条。哎，老君，慢走啊，客官。是。逛街游耍，这就是淮阳王所谓的体察民情啊！我不吃。我让你帮我拿着。王爷请自重。那上面有个废墟，我想帮你拿下来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这是习武之人的本能反应。王爷连方才那招都躲不过去啊！我不是从来都没有防，毕竟你是我花银钱雇过来保护我的。是吗？那我怎么觉得你雇我有别的目的？我是有旁的目的，我雇你有旁的目的，我来北州也有旁的目的。王爷如此大费周章，意欲何为？我就是想弄清楚我该怎么样，你才可以原谅我吗？那你倒是教教我，一个小女子被昔日宿敌蒙骗了许久，名节尽失，
该怎么消气不恼呢？那你当时伤重，那是不是我救了你？是不是我把你治好的？那就救人的救命之恩，我担得起吧？那照你这么说，你骗了我许久，我还得筹礼以感谢你的大恩大德。我出征之前，我是想让你去过自己的生活，所以我写了和离书。但是绵堂，我身份是假，骗你也是我的错。但是我对你的情分，从来没有掺过假吧？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情分，但就是因为这层情分，所以我们的关系。天色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府。小镖司只负责护人周全，没有闲聊的义务。哎，不差这一句吧？王爷，这几日淮阳王没有任何异常，只在城内随意转了转。倒是那个女镖师颇有些来历。快说。此女名为柳绵堂，与她舅舅乔宪都是得了朝廷赦令的人，据说是当今陛下在民间蛰伏时期的旧部。不过前些日子回到北周后，就一心做着镖局的生意。原来他是新皇的人，看来崔兴周和那女的是一丘之貉了。我就知道崔兴周此行没这么简单。你们给我盯紧了，但凡有任何异动，直接给我拿下。是。不好，前方就是北周边界，领速去回禀王爷。是。驾！正！正！其实，我答应接这趟镖，同意做你的镖师，也是想与你说一些真心话。我欣赏华阳王，也理解你的不得已，但我也有我的广阔天地。两匹悍马生在殊途，狭路才能相逢。与其强扭缰绳，非要让他们填于草里，还不如从今往后各奔前程，相忘于江湖。崔兴周，你我之间再也没有将来了。如果想争一个将来呢？我敢越界，想远走高飞便远走高飞。你呢？肩上背着重重桎梏，骄傲的什么都不肯舍弃，你凭什么去争？正！现在可以争了吗？疯子！快去！好。王爷，王爷！北周王忽派大批军马随崔兴周往北周边境去了。我就知道，这若是让北周那个小老儿抢先一步入京觐见，让他占了便宜，怎么得了？牵本王的马来，用最快的马。是。崔兴周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怒打伤肝，王爷何须如此动气啊？
今日你背信弃诺离开北周，你究竟意欲何为啊？哎，这事儿是误会啊！王爷那么多探子呢，盯着我的一举一动，近日还加派了人手，日夜轮番的盯梢。王爷应该很清楚，我连下属我都没有带。我要真想逃离你北周，我能让你不动干戈便将我带回来。那你身边那位可疑的女镖师怎么解释啊？我即刻就将人拿来好好审问，我倒要看一下你们俩搞什么名堂！不可！哼，你终于怕了。先让他们退下，人多口杂。你现在可以说了。她其实是我未过门的夫人，跟我闹了点别扭，这不回娘家了吗？我除了有朝廷公事在身，我确实是有一个难言之隐，我得把她哄回来。你胡扯吗？你堂堂一个淮阳王，怎么可能娶这种九流人家的女子为妻？什么九流人家？她柳绵能是我认定的夫人，过去是，将来更是。我之前在真州的时候，我就将她娇养在灵泉镇。我出征的时候，我都把她带左右，陪着我。我如今脱标，我就是找一个借口，我接近她，不是你自己查去。好，本王自会查明。如果你真是一个色胆包天的大情主，本王敬你是条汉子。但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你必须待在府上，哪都不能去。好啊，就怕你想赶都赶不走我。来人！王爷，将淮阳王请入南厢房，严加看管。没有我的吩咐，谁也不能靠近一步。遵命。遵命。客官来看看。糖葫芦，老板，你看看，来个这个啥？来一个吧，不错的啊，给您便宜点啊。诗家清景，在新春，绿柳才黄，半未匀。若待林上花似锦，出门俱是看花人。朵朵精神夜夜柔，与情相扶醉人头。可是这花又做错了什么呢？看来柳娘子对花并不感兴趣嘛。那不知在下呢？我平日是不与人一般见识的，可今日见到了苏郎君，不知为何，突然有些手痒。看来在柳娘子心中，在下我是有些与众不同嘛。你若不是二舅舅家看中的未来贤婿，今日我定让你尝尝与众不同的滋味。请，你们家那位外孙女绵堂，新开了家镖局，叫什么来着？良心镖局，这名字起得甚好。我家布行啊，走的也是西周线路，听伙计说啊，改了良心镖局，又省银钱又快捷。是。苏夫人，您怎么一直在问绵堂的事情呀？您相看的难道不是我们家青樱吗？怎么会？不过日后都是一家人，了解了解嘛。这成了亲呢，才叫一家人。苏夫人，您真的是认定了我们家青樱吗？那是自然。是。我儿呢，
喜欢利索的小娘子。上次到府上来啊，瞧见绵堂把家里啊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回到家一直和我夸赞，说乔家的女儿有主见。是，她就是太有主见了。此话何意啊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不提绵堂了。哎，有什么不能提的呀？绵堂啊，母亲走得早，自小娇惯任性，被休妻回家，也是因为夫家受不了她的性子。好了好了，哎呦，都是我多嘴，不该多问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哟，就剩这么些酒了，我去叫店家呀，再上些来啊。有劳苏夫人。我说你到底是谁的爹呀？啊，不帮自己的女儿，怎么一提起绵堂一句都说不得呀？不是说你能不能嘴下留德呀？啊，你看你自己都说些什么？我说些什么？我说的都是实情啊。他若不是性子刚烈，人家能休了他吗？苏夫人，我们娘子有请。进去。柳娘子啊，苏夫人这么爱打听呀？这不巧了吗？我也爱打听。去年年中，苏家郎君在惠州豪赌，一掷千金，甚至还搭上了自己的布匹铺子，可最后却输了个底朝天，共计850两金赌债。苏夫人爱子心切，连夜带着苏郎君举家迁至北州躲债，却不肯安分，反倒想借着与我们乔家结亲，谋得一笔嫁妆，来给你的赌棍儿子抵债。柳娘子，你误会了。是不是误会？苏夫人心里清楚。不过我倒是想提醒你一句，这债主已经在来的路上，估摸着也就这2、3日就到了。苏夫人，再不走可就躲不掉了。柳绵堂，你……好了好了，快收起来，多大点事儿啊，别到时候弄出人命了。你行。二舅母回来了。你在得意什么呀？我？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，我可清楚得很呢。你根本就没有去京城嫁到崔家，一个女子独自在外面野了3年，能做出什么好事儿来？听说你在西州找了个郎君啊？想必是让人生了厌，才灰头土脸的跑回来了吧？二舅母这么大火气，看来苏家是没缘分了。你妹妹可跟你不一样，就算没了苏家，还有更富有的人家。我已经托了媒人，这2日就相看。不过我劝你，还是安分守己的，好好在屋里边待着，别出来现眼，否则，别怪纸包不住火。怎么会呢？在这个紧要关头，二舅母待我，肯定如亲生闺女一般，豁出命来也得保全我这个乔家外孙女的名声，否则，我们家青英妹妹还怎么嫁人呢？倒是我，一个小小杜妇，自己过得不如意，还要眼看着妹妹风光大嫁。哼！二舅母走好。
你说密信？淮阳王熟睡后，小人溜进去看了那封信，是求救信吗？淮阳王是如此写的：那条狗常来院中探访，与我相厌，却要须臾威仪。他骂本王是狗？未必是指代你。那后面呢？淮阳王还说，那狗似知我忌惮，害我不好出入前院，自由全无。他这就是指代本王啊！要不是他自己犯忌，我闲出鸟来要关他，还找了一间日照最好的院子给他住。那，王爷，接下来该如何处置？关，继续关，关死了。把门缝里塞上布条。是。哎，等一下，先找一个郎中，把他那老十字的咳疾治好，别死在我院子里。去吧。是。宣幽州王觐见。臣叩见陛下，祝陛下圣功金安。幽州王平身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幽州王跋涉千里，倾注圣安，足见其诚，为藩王之表率，理当重赏。爱卿所言极是，孤深以为然。幽州郡王刘期，忠正明恩，守节秉礼，坚刚不可夺其志，万念不能乱其心。至亲王爵，擢升礼部尚书，监管北域、幽、燕、北云4州，况也制前使司。谢陛下恩典。孤惯常在此处喂食，这几尾红鲤时时等在近处，养得又肥又大。倒是那些小鱼，忍饥挨饿，孤须得兼顾些才是啊。哎呀，圣恩难料啊！陛下，您看，这些红鲤日日守候，不敢懈怠。原本呢，靠着劳苦赚些吃食，可是没想到，他们还不如那些什么都不做的小鱼。他轻易的就被夺了吃食，这，哎，是哪家红鲤受了薄待，都闹到叔公面前去了？陛下，张迪才德兼备，也曾经为陛下奔波筹谋。本王看他也算是老实忠厚之人，才得以重用啊。原本想让他替陛下呢去北地管理制前事宜，有这等事，叔公怎么不早同孤说呀？哎呀，难道以孤与叔公的情分，孤还会故意拿着这点好处做顺水人情？如今旨意已定，事难变更。叔公，如今幽州王归顺，也是朝中之喜。叔公您深明大义，不会让孤为难吧？陛下哪里话？为了江山社稷有所裨益，本王岂能如此小气啊？那就好。打扰陛下雅兴。王爷，这刘裕把手都伸到本王这里来了，礼部尚书职位，姑且也就算了，
就连四弟之前史思都许给了幽州王，这明明是要瓦解本王的势力。本想着恶人谋恶人，崔行舟此行不掉块肉也得扒层皮，没想到让这幽州王这么快进京了。难不成陛下早已和他联手了？哼，他们可有暗通款曲，不重要，只要他们共同的弱点在本王手里握着，本王照样能拿得下他们。王爷是说北周的柳氏？本王可没有怜香惜玉之情啊，找个机会生擒了他，断胳膊断腿倒也无碍。曾祖母可好些？都是救急，无碍。来，坐。幽州王归顺为诸王做了表率。崔行舟此番之事办得好。依哀家看，淮阳王此前伐西有功，可他不骄不躁，如今又为大齐的未来鞠躬尽瘁，可谓当世英杰。如果朝廷里能多几个像他这样的能臣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陛下，淮阳王此次立功，你打算怎么奖赏他呀？曾祖母放心，姑一定重重奖赏。一个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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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板好是吧？你闭嘴！你们当家的是柳绵堂，小娘子何事啊？他一身的病，之前连个绣面都缝不好，竟能号令一群男子行镖。小娘子既认得柳娘子，那你就应当知道，她是天底下最会做买卖的人，也容不得他人在自家的院子里倒了一簸箕灰，还能提着扫帚走出去的。巧了，我这会儿也不打算走。陆舟、陆毅，阿姐，阿姐，知姐姐回来，本该早来探望的，可姚礼前几日任急着出祠，实在脱不开身。你不会怪我吧？这么说，新祠是烧成了，怎么不拿来看看？说成，也是成了。如姐姐之前信中的指引，北周郊外的如奔山中的确有紫金土矿。我一到北周，就先着手治了窑厂，高火烧制下，的确是黑胎。我这次下山带了些个，想先进城北周王府，让北周王能允我在北周先打开一条商路，挣些本钱回来。不给你看吗？也是怕我这些瓷器入不了你这个行家的眼。我哪是什么行家啊？那就等我烧制出能媲美灵泉极品的瓷器，第一课就让姐姐长眼。妹妹精益求精，功不厌烦，一定会成功的。那到时候我负责供货，刘姐姐的镖局负责出镖，咱们精诚合作，挣她个盆满钵满。姐姐，适才外头是什么情况啊？是要去什么晦气吗？的确是有晦气找过来了。啊？真州的晦气。哎，可你之前不是在信中说你俩已经一别两宽了吗？怎的？人已经到门口了吗？是啊，连乔公都被他惊动了，跟着二郎过去了。那车好生气派，就不知道是哪户人家来相看的。哎呀，等见到不就知道了吗？
您就是乔公了吧？不知镇南侯光临寒舍，有失远迎啊！不用，我与乔家大郎乃是多年好友，路过宝地，特来拜访一下。请。走。侯爷。哎，你昨日给媒人多少银钱啊？怎么弄了个侯爷来啊？我没给银钱呐，我哪有银钱呐？没给？这难道不是来相看的？这，来，侯爷请。都来见过侯爷。不必拘礼。多年前，老朽行镖路过真州，与老侯爷有一面之缘。那时犬子尚且年幼，并未随行。大郎，你是何时结交的镇南侯啊？我与镇南侯，我与乔兄啊，是在灵泉，西周的灵泉印马时认识的。哦，印马结缘，这倒是个奇遇啊。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让我想想。侯爷，那是一个秋天。侯爷，您来尝尝这个点心。侯爷认识我家女眷？没有。那侯爷在找什么呢？晚辈初来乔府，便发现堂内子孙都是英才，就连家中的几位小娘子也都如此娴静，诚然是乔公的福气呀。哎呀，侯爷谬赞了，我家小女呀，清音从小就琴棋书画。外祖父，贵人事多，还是让舅舅同侯爷叙话吧，免得打扰了侯爷旁的事。好。哎，柳娘子，这我，小拳，自己人。谁跟你自己人？你从他人之气，不能连累无辜啊。是吗？别。绵堂，我去外面给你守着，尽快些。好。多谢。难道不是你帮着崔行舟诓骗我？我醒来听到的第一声崔九，不是出自你口？误会，天大的误会啊！我当时只想着救你，都是崔行舟那厮逼着我说了谎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也难辞其咎，因此专程来到北周，来向娘子道歉。这是什么？我一直担心你的手伤，便寻了一个古方。我的手早就好了，侯爷若是看不出来，我们再比划比划。那就不麻烦了。我知你如今行动自如，
可毕竟是断筋重续，即便出狱了，阴雨寒天也还是会疼，是不是？这个药，每日涂在伤处1次，3个月内即可痊愈，再无一症之扰。这个方子里有一味鹦鹉花，可遇不可求，我也是费尽了周折才寻得、调配出来的。这天下可就一份儿，娘子可千万不要暴殄天物。多少银钱？我付给你。咱们这交情，贪银钱伤和气。我也的确伤了这和气，但这个药价值1000金，就算我的赔礼。娘子，不要再怪我了，好不好？鹰骨花，我找了这么多时日没找到，你怎么找到了？你就按照你的方子把它给做出来，然后还有一件事情，需要你帮我。什么事儿？帮我把它送过去。你不是要去北周吗？你怎么不自己去送？我送，它能用啊？我不去。求你了，我不可能去。侯爷若是不收，就把药拿回去吧。行，那我收了。六娘子可知，邢州他如今身陷北周王府。他在哪里，与我何干？那就是许久未见。我也一样。本想着去王府套套交情，为他说2句好话，可谁成想北周王却以各种理由搪塞于我。你说，他们会不会对邢州用刑啊？会不会一言不合就把邢州给杀了？你也知道，我比较愚钝，所以此次前来，特地与娘子商量对策。娘子就没有一丝担忧吗？我只知道，再跟侯爷这么待下去，舅舅该担忧了。清晨气若草，物是人非啊。好绵堂，你在西周找的那位郎君，该不会就是这位？二舅母想多了，我不过就是您口中的弃妇罢了。哎呦，绵堂，那都是我不对。当日是生了苏家的气，才会冲撞到你。我怎么会跟你置气呢？你看看这乔家上下，二舅母最是喜欢你了。哎。我也是怕呀，这乔家门衰祚薄，你青英妹妹攀不上一个好人家，她可是你的妹妹呀。你还记不记得你们2个小的时候住在一起，一起学女工、放风筝，你们还一起……二舅母只需知道，苏家并非是良配。是。而且很快，我就要说一声恭喜了。啊？你竟然在哪儿乔夫人呢？你看这个师傅来了啊！乔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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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人都是我让着你的，这次我先说，我先说，说什么呀？
说媒呀！这10里8乡啊，可都传遍了。这乔家人能结识镇南侯如此的王孙贵胄，还从不张扬显露，这足以可见低调内敛，品格贵重啊！就是，昨儿啊，让我来说媒的就有5家人家呢，我这儿有8家。你们乔府可有2个待嫁的小娘子，有吗？有吗？ 贺娘子，您带来的词评，我也都呈给了王爷。有劳管事了，王爷有何点评？哦，今日府中有贵客莅临，王爷先去会客去了。不过，请贺娘子放心，您做的词品这么好，王爷定会答应给你们批一些去北周诸郡售卖的商证。您且先去北屋歇着，等候王爷召您入见。 有劳了，请。崔行舟骂我是狗，还在本王的地界上小取豪夺，为非作歹，欺男霸女。换成你，你能忍吗？我能。你是能啊！你俩在真州城不离脱，狼狈为奸。 你临近大婚，撤了婚约，他也是。你们俩什么关系？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。你放屁！你放肆！你一个小小的侯爵，一进门就让我放人，还口吐污言，你不怕死在北周啊？好啊，你够胆就让一王一侯死在你北周，看朝廷和我真州大军，我杀你个鸡犬不留！告辞。 哟，这不是我那落跑的小娘子吗？让我侯府丢了面子，又没了里子。侯爷，是想召我回真州？这大可不必。贺娘子这为了躲我，跑得可够远的。侯爷真会说笑，商贾守本，为了安身立命。 我在北周开窑，造词。这词评是你的？10几卢里，就这么个孤品，进呈给王爷，想得个北周的瓷器行商证据，可惜被某个贵客给摔碎了。 不是我，那就是王爷喽。我听王府管事说，王爷今日心情甚好，没事摔个瓶子做什么？听响取乐。他求着崔行舟，我跟他吵起来了。他骂我跟崔行舟。你们2人不该被骂吗？不是。哎呦，我这不是解释不清了吗？那就别解释了。哎，对不住了，是我摔的。这什么事儿？呀，乔家真是一表人才啊！真气死！ 新姑爷一表人才啊！哎呀，这乔家好服气啊！起驾！淮阳王已经几日没有吃饭了吧？不，那一定是府上的饭菜不合口味。我马上让人做一些真州的菜肴送来。不必。
淮阳王一句话只能说2个字，是吧？有事儿吗您？本王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如你所言，幽州王确然在数日前已经入京面圣了。哦，这是好消息。不，幽州王在离京回幽州的路上遇到了刺客行刺。不过，在刺客出现的时候，幽州王身边出现了数名暗卫相护，已经将幽州王安全送到府中，这才是好消息啊！那些暗卫都是你的人啊，你早就知道有人会对幽州王下杀手啊！幽州王若是死了，那王爷就会有足够的理由将我给杀了。届时，真州军就会北上，你我鹬蚌相争，便会有人渔翁得利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一切？王爷啊，看似是无所忌惮，实际上是一个最会审时度势之人。旁观的久了，自然也就明白了这天下大事将趋于何处，自然也能做出最妥当的决定。可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当一方藩王，朝中争斗尔虞我诈，我不想掺和呀。王爷啊，你这是在搪塞我。我又没有承诺你什么。幽州王如今无恙，你又无歹心，本王只能还你自由，旁的事多听无益。崔老弟啊，你为什么不问问我，还有一个坏消息是什么呀？乔家今日要嫁女儿了。不就是他表妹吗？非也非也，全错全错。新郎不是苏郎君啊，是乔公精挑细选钱家郎君。他不仅家底殷实，相貌堂堂，而且高中举人，前途无量。尤其是乔家的柳娘子啊，那绝对可以说是相貌非凡啊！来乔府提亲的人可以说踏破了门槛。那钱郎君啊，一见到柳娘子，可以说是六神无主啊，诚心实意，几番求娶，乔公拍板了。他就这么同意了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有同意不同意啊？本王就知道六礼进行的非常顺当，就快事快办嘛。我算了一下时辰啊，花轿迎。住手！让他走！吓我一跳！哎呀！你下来！这笔可不能借你啊！这是本王从西周辗转运来的汗血宝马呀！哎呀，这是本王都舍不得骑的汗血宝马。多谢多谢，恭喜啊！多谢，多谢。你是什么人？胆敢当街冲撞婚队？这是要做甚？莫不是要抢新娘来？我乃大齐的孝廉，小心我！得罪，还望海涵。
抢进的，我是有一句话想跟教主的新娘说。哎呀，新父莫要多管，不可坏了礼数。哎，你这郎君休要胡搅蛮缠。这新人明媒正娶，六礼已成，必是两情相悦，真情相待。你这是嫁给此人，可是真心的。你这混厮哪里来的？赶紧来人，轰走！你若是真心待他，愿与他交付终身，我祝福你；但你若是有半分的犹豫，那你就跟我走。胡闹！绵堂，我不是柳绵堂。你这人，你再胡搅蛮缠，我就要报官家了。我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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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，走。这人怕是脑筋有问题吧？怕是得了失心疯了。真是有病。恭喜！那便是淮阳王啊，谢王爷。呀，王爷，老奴可是给您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啊！什么好消息啊？哦，老奴是带着太皇太后的懿旨而来，王爷立下军功，太皇太后奉言大悦，要将武华公主赐婚给您呐！淮阳王崔行舟接旨。王爷，听旨啊！今有武华公主御制令名，才学独善，温香恭淑，有徽柔之志，柔明玉德，有安正之美。盖方年29，免误其韶华，特令宗正寺代其择选家婿。闻淮阳王崔行舟文武双修，才德识匹，宫中体国，正合公主下降。佳偶天成，有司择日修理，册命主者施行。王爷，接旨啊！哎呀，恭喜王爷，双喜临门呐！王爷，这是高兴坏了吧？老奴来之前啊，已经见过北周王了。他说王爷在北周事务已了，只要您愿意，他随时可以派人护您离开北周。本王还有旁的事情要做。旁的事啊，能有太皇太后懿旨要紧吗？这面圣拖不得呀。王爷还是做好准备，早日启程进京吧。那老奴就先行告退了。行舟蒙陛下特遣中使赐臣军功，兴荣之余，望请赐他物与故人。故人得皇恩傍身，远近无一感轻，他日成婚，无一感薄。
谢公请御，好风度啊！崔行周以为他是谁啊？果要赏赐柳绵堂，又何须他来求？起身吧。是。宗女和官眷的册封如何？出过礼部，翰林院正在撰拟告赦文书，待陛下都批了红，再交由内阁善写，最后落印。孤要赏赐柳绵堂县主之位。前朝有过宗外女子从龙有功，册县君之例，陛下若定下了，宗亲与礼部当不会有异，只是封号还需陛下钦定。怀桑，怀桑。娘娘，这二字究竟有何含义？桑子犹如故地，怀桑有追忆过去之意。陛下是想提醒那个贱人，不要忘了他们的过往。把东西都拿下来，小心点。是。这就是王爷所说的有要事相议，不可不来啊。再过2日，崔贤弟就要走了。之前把你困在府上，多有得罪，这个本王心里啊，过意不去啊。今日邀你一同野外踏青，策马骑射，算是为你践行，也做个赔罪。王爷是真会替我着想。